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种菜的西小厨。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把不同的叶类蔬菜套种间作混合种植。我是怎么用共生种植的方法来搭配种植不同的叶类蔬菜，以便更充分的利用有限的小菜床空间，还能更有效的互相促进生长，防病虫害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以今年秋天我种植的3个小菜床为例，让大家来参观一下我混合种植的蔬菜以及混种的思路和方法。因为即使混合种，也不是随便混合的，一定要看到最后哦，因为在最后会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总结哦。第一个菜床是这个混合种植了5种蔬菜的，从左到右依次是白萝卜、茼蒿、芝麻菜和油麦菜。最右面呢是2颗辣椒，这2颗辣椒呢是去年和前年种的，属于多年生的了。不能拔除，所以就一直在这儿。除了辣椒以外，这其余的4种蔬菜呢，都是2个月前同时种的。我现在就来说说为什么是这几种蔬菜种在一起，而且为什么是这个位置顺序。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它们自身的科别属性。像白萝卜是十字花科的，茼蒿呢是菊科的，芝麻菜是十字花科的，而油麦菜呢是菊科的。所以聪明的大家发现了吧？我这是一排十字花科，一排菊科，间隔着种的。为什么要把这2种科别间隔着种呢？因为像萝卜、芝麻菜，当然还有小油菜、青江菜、白菜这样的十字花科蔬菜呢，特别容易招蚜虫、小菜蛾、叶螨等虫害。但是大部分的虫害都是偏好特定的蔬菜的。我用菊科类的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穿插种植，不是一种蔬菜大面积种植，这样就可以不用任何药剂，就能有效的避免很多虫害了。而且我虽然用了十字花科和菊科间种的模式，但是每排种植的都不是同一种类的菜。即使是同属于十字花科，我也是一排萝卜，一排芝麻菜，这样增加了科属类别的多样性，防虫的效果更加好。而且同时能在一个小菜床中收获多种蔬菜，也是丰富了菜园收获的品种。这种方法你学会了吗？其实除了我种的这几种呢，你还可以种别的，只要邻近的蔬菜不是同一种科别就行。比如我这第2个菜床里，左边是几颗多年生的芦笋，是天门冬科的；右前方种了几颗越冬的菠菜。菠菜是苋科的，这几颗菠菜是我用买的菠菜根种的，属于蔬菜再生法了。以前我用了2个视频专门介绍过，把买来的蔬菜取一部分来种植再生的方法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说明中找链接看看呢。言归正传，这是菠菜，右下角的这个非常细的，这些是我上个月撒的小葱的种子。由于气温比较低刚刚开始出苗。小葱呢是葱属百合科的。这3种蔬菜呢也是分别属于不同科属的，而且种在一起呢不会相互影响，还可以相互规避虫害。这个菜床呢长得不密集，因为现在冬天嘛，右边是刚种的，左边呢冬天，然后我把芦笋上面的叶子都剪去了，这几颗是这个月刚发出来的。用种子种的1年半的芦笋。举一反三，这个混种的思路呢，就是把不同科别科属的作物间作或套种在一起，一般呢都能起到预防虫害的作用。那么除了我种的这些蔬菜，你觉得还有哪些蔬菜可以相互搭配混合种植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，大家一起讨论呢。第3个菜床是这个以大蒜为主的菜床，里面有3种植物，在最左面有一些去年春天种的洋甘菊，这个品种的洋甘菊不是1年生的，这是第2年了，长得还是非常好，但是就是有点太密集了。这些洋甘菊呢占了菜床的大概1/3，剩下右边的2/3，我种了大蒜。这个菜床里的蒜呢，行距和间距我留了15厘米左右，因为种植大蒜呢到后期底下邻近部分膨大时需要空间和营养，所以不能种得太密，再密集的话就会影响大蒜以后的生长了。这些大蒜呢，我是今年4月份种的，
先声明一下，我这里是南半球的澳洲，我这里的4月份就意味着是秋天，相当于北半球的10月份。那么秋天种植了大蒜，一般要等到大概8个月以后，也就是最快要夏天才能有收获。但是我又不想一个菜床近大半年期间都没有收获，而且这蒜的间距看起来也比较浪费，所以我在每行蒜之间套种了香菜。这个矮的小的叶子是香菜。我套种的方式呢是先种了蒜，等蒜发芽出苗了，可以看出蒜的位置之后，再在每一行之间撒上香菜种子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蒜和香菜同时播种，这两者呢是属于可以同时期种植的。香菜喜欢冷凉的气候，在我们这里我最喜欢秋天开始种香菜，因为秋季种的香菜可以从秋末吃到春末，吃大半年。到了夏天呢，由于温度升高，香菜会进入抽苔开花时期，那个时候就不适合吃了。在初夏时除了留种的少数几棵香菜之外，其余的香菜都可以拔除了。而秋天种的大蒜呢，在初夏时，地下的鳞茎，也就是我们吃的大蒜瓣的部分，就开始膨大了。到时候拔除了香菜，就一点都不会影响大蒜的生长了。所以香菜和大蒜种在一起不但是科属不同，像大蒜是百合科葱属的，香菜呢是伞形科盐绥属的，而且两者的采收时期也不同，种在一起两者都不会受到影响，还能增加菜床和菜地的产量，互相规避病虫害。这样的间作组合呢，我前2年是用莴笋和香菜搭配的，也是非常有效。一个小地方收获2种菜，互相不影响，长得都很好，所以分享给大家。由于本期呢主要是利用不同科别的蔬菜进行混合种植，那么了解蔬菜的不同科别就显得非常重要了。所以这里呢，小厨用了一张图表，总结了一些常见蔬菜的科别，让你在做混合搭配方案时更加方便查询。感兴趣的菜友们，准备好，倒数3秒截图吧！3、2、1。好啦，看了我的小菜园里这几种混合栽种，您是否也对共生种植的种菜布局和规划有了更好的主意了呢？希望这一期可以给您带来帮助和启发。喜欢的话，一定要帮助小厨我点个赞哦。如果您觉得有用，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，习小厨和他的菜园子，咱们一起在家庭园艺种植的道路上大步前进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这期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